一起来看精彩短剧《流氓地师皇家金牌县令》故事解说。桃源县县令方正一正对着一众手下严肃训话，勒令所有人彻底改掉往日散漫蛮横的坏毛病。从今往后，县衙大小事务一律走正规化流程，严禁肆意妄为、胡作非为。一众下属不敢怠慢，连忙应声应语，谨遵县令吩咐。待众人退下，方正义心中暗自感慨：旁人穿越不是王孙公子，富贵出身。唯独自己穿越成了一名清贫的小县令，好在他苦心经营7年，总算让贫瘠落后的桃源镇开出了第一家雪月楼风月场所。看着日渐向好的县域景象，方正义心中笃定，往后桃源县的一切都会稳步向好发展。这时，手下张彪上前禀报，城外10里处出现一队外地客商，马车并未悬挂桃源县标具标识，询问方正一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对过路客商下手劫掠。方正一当即厉声斥责张彪，直言如今县衙是朝廷正规官府，绝非打家劫舍的土匪，再也不能靠着劫掠路人、欺压客商牟利。张彪满心不解，辩解称往日向来如此行事，方正一从前也从未制止过。方正一无奈告知众人，如今全县推行正规化治理，就是野蛮行径必须彻底摒弃。方才的举动已然惊扰了过路百姓，随即让众人散去。他转头郑重警告雪月楼负责人，若是酒楼日后出现作奸犯科、欺压民女的乱象，他会直接查封、拆毁整座酒楼。负责人连忙表态，往后一切谨遵规矩行事。处理完琐事，方正义准备离开雪月楼，途中撞见一名未成年孩童想要进店，他当即拦下孩童，告知其年纪尚幼，不得进入此类场所，勒令其立刻离开，同时再次警告店家，但凡放任未成年人入内，即刻查封店铺。店家连连应允，恭敬目送方正义离去。与此同时，皇宫皇帝正带着进士郭半半微服私访，一路赶往桃源县。郭半半向皇帝禀报，再行半日路程便可抵达桃源县。宫中先行派遣的人手也已提前进驻当地官道。皇帝随口询问郭半半是否听闻过桃源县，郭半半坦言从未听过。望着沿途崎岖颠簸、年久失修的破败山路，皇帝判定这座深山之中的县城必定规模狭小，民生贫瘠，随即决定一行人抵达后，先在桃源县休整1日。郭半半满心忧虑，向皇帝进言：桃源县地处偏远，物产匮乏，条件简陋，且此番微服出行并未携带护卫，治安难以保障，存在诸多隐患。皇帝无奈吐槽郭半半胆子越来越小，太过谨小慎微，无需过度多虑。赶路途中，车夫一时操作失误，导致车马颠簸，随行人员当即厉声斥责车夫驾车不慎，惊扰主子。车夫满心委屈，连忙指向前路，称自己也是首次途经此地，眼前的路况十分反常。皇帝心生疑惑，掀开车帘向外查看，随即质问郭半半此处是否为桃源县地界。得到肯定答复后，皇帝满脸意外，原本破败的山路尽数变成平整宽阔的崭新官道，完全不像偏远穷县的基建水准。这一刻，他对这座名不见经传的桃源县以及治理此地的县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断定此地官员绝非庸碌之辈。车马抵达桃源县入口后停靠休整，车夫道谢后自行离去。皇帝一行人步行入城，放眼整座县城，街道规整，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市容，彻底打破了众人对偏远穷县的固有印象。皇帝见状瞬间动怒，当场斥责郭半半履职不力。身为执掌场位的近臣，竟从未上报京城100里之内藏着这样一座繁华规整的县城。郭半半惶恐跪地请罪，坦言自己全然不知情。皇帝压下怒火，勒令其起身，直言回宫后再细细追责。一行人准备入城时，守城衙役依规上前，要求2人出示录影，并询问到访缘由。皇帝一行人随即谎称是往来经商的瓷器客商，特意前来考察当地商机。郭半半看着桃源县高大坚固的城墙，心生疑惑，询问衙役修缮这般恢宏城墙是否耗费巨资，加重了百姓赋税。衙役笑着解释，县城城墙只是外观气派的装饰，外层粘贴雕花石板美化墙体，并未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更没有向百姓加征赋税，彻底打消了2人的疑虑。2人恍然大悟，清理掉随身多余杂物后，缓步走入城内。刚入城，耳边就响起孩童清脆的童谣，歌声句句赞颂着桃源县的秀美风光与安宁盛世，尽显小城的繁华祥和。唱完歌谣的孩童们围了上来，天真讨要糖果赏赐，直言歌唱的好理应获奖。皇帝心情大好，当即让郭半半为孩童购买糖果。可店家报出5两银子1分的高价时，郭半半大为震惊，直呼价格离谱。店家连忙解释，店内糖果均为官营统一批发，定价合规。
店家无权私自改动。郭半半无奈，只能咬牙买下糖果分给孩童。送走孩子们后，他忍不住向皇帝感慨：桃源县看似规矩严明，不欺客商，实则靠着高价小商品暗中牟利，手段十分隐蔽。二人继续沿街游览，发现县城街道尽数由平整石板铺成，干净无尘，整洁规整，这般市容水准，就连京城外城都难以媲美，处处透着古怪与不凡，让二人愈发好奇。行至街边，二人看到一间名为有间客栈的门店，随即进店歇息。客栈小二热情迎客，端上当地特色茶水，告知客人桃源县水土优良，物产独特，店内设有专属服务，有任何需求拉动门上红绳即可。随后躬身退下。皇帝细细品茶，发现此地茶饮清香淡雅，夹杂着淡淡药香，清甜甘冽的口感远胜于京城厚重浑浊的主茶。郭半半代为试茶后，也连连称赞茶水绝佳，感慨这座偏远小县水土绝佳，物产出众，处处藏着惊喜。随后，郭半半在2楼客房发现一处奇特构造，屋内设有一座工艺精致的陶瓷井口，用料考究，烧制不易，安置在客房中显得格外奢侈。他随即叫来小二，询问这处特殊构造的用途。小二笑着解释，这并非水井，而是桃源县新式客栈标配的一体式冲水马桶，专供客人如厕使用。随后他细致演示原理，告知二人如厕完毕后，拉动水箱拉线，水流便可自动冲刷污秽，干净便捷，是桃源县独有的新式设施。二人闻言无比震惊，全然无法理解将如厕设施安置在室内的设计。接连见识到新式茶饮、规整市容、独特起居设施后，皇帝心中感慨万千。桃源县涌现出无数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彻底颠覆了自己的认知。他当即决定次日亲自面见桃源县令，好好见识这位治理奇才。次日清晨，皇帝用过客栈早膳，郭半半禀报自己昨夜发现客栈床铺铺设了12层软垫，柔软舒适，极尽精巧。皇帝看着桌上风味独特的家常小菜，忍不住感叹，自己身为一朝天子，日常起居饮食竟比不上一名区区7品县令精致惬意。郭半半顺势进言，称桃源县令行事无拘礼法，当地风气奢靡，崇尚享受，存在铺张浪费的乱象，应当下至申斥，整治歪风。皇帝当即反驳，直言偏远贫瘠的桃源县能让百姓人人安居乐业，衣食富足，所谓奢靡不过是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体现。若天下州县皆能如此，百姓安乐富足，自己只会满心欢喜，根本无需整治。随后他批评郭半半思想僵化，带着他出门沿街闲逛。二人漫步街头，发现整条街道干净整洁，无乞丐，无泼皮，往来百姓举止得体，温文有礼，大多带着读书人的气韵，社会风气端正祥和，与普通县城的市井乱象截然不同。街边路人随口哼唱的桃源奶茶甜蜜蜜的轻快曲调，引得郭半半心生抵触，直言这类曲调是淫词艳曲，不堪入耳，玷污视听。话音刚落，他随口随地吐痰，立刻被街边值守的孩童卫生员当场拦下。孩童依据桃源县卫生条例，判定郭半半随地吐痰违规，需罚款5文，再犯加重处罚，态度恶劣者记名上报。郭半满心不服，质问孩童无权管束自己。孩童条理清晰的耐心解释，一人失德脏乱会牵连整片街区，街区脏乱失序，整个县城都会颜面尽失。他亮明卫生员学徒的身份，依规告知郭半半拒不缴纳罚款，便要带去县衙处置。郭半半吐槽县衙小题大做，太过清闲，连琐事都要管控。孩童随即科普桃源县戒主法，明确初犯罚钱，2犯扫街，3犯公示，屡教不改有关差警示惩戒的分级规矩，强调县衙执法依规行事，绝不随意用刑。无奈之下，郭半半只能缴纳5文罚款。孩童出具凭单，并叮嘱他恪守规矩，不服可前往县衙申诉，同时直言申诉只讲理，不退钱，5文钱足以买一次深刻教训。郭半半依旧暗自吐槽规矩荒唐，孩童立刻严肃制止，不许任何人非议县令，诋毁县规。他说明县衙立规的核心逻辑，先让孩童熟记规矩，根植于心，成年人便会自觉约束言行，街区整洁有序，百姓方能少生疾病，安居乐业。皇帝见孩童年纪轻轻却通透懂事，条理清晰，心生诧异，询问县城为何不见乞丐留名。孩童解释，县令心善体恤百姓，绝不放任穷人乞讨度日，有劳动能力者统一安排修路、扫街、看管仓库，手工劳作，人人有活干，有饭吃。完全丧失劳动力的老弱病患，由县衙统一赡养兜底。交谈间，街边百姓纷纷奔走赶往县衙围观断案。孩童热情邀请二人一同前往，见证桃源县令的断案方式。
途中，年幼孩童好奇询问是否会启用戒主法，同伴告知戒主法仅用于震慑恶人，并非用来哗众取宠。随即拉着同伴快步赶往公堂。县衙公堂秩序井然，人性化十足。官府专门为旁听百姓设置席位，方便老弱官审。这般贴心布置让皇帝二人倍感新奇。公堂之上，百姓张老六当堂状告县衙捕快卢法，控诉卢法拖欠自己17两2钱银子拒不归还，还醉酒滋事，打砸店铺，恳请县令秉公做主。方正义当堂问询，卢法坦然认错，坦言自己醉酒糊涂犯下过错。方正义顺势反问，若自己醉酒行事，是否可以直接拆毁卢法的房屋？对的卢法无言以对，满心愧疚。随后方正义层层剖析案情，直指卢法身为公职捕快，欠债不还，酒后滋事，私入赌坊，不仅自身失德丢脸，更败坏了县衙的公信力与规矩。他清晰梳理各方诉求，苦主张老六想要回款讨公道，百姓想要官府秉公执法，县衙想要维护法度，端正风气。结合卢法身无分文，无力一次性偿债的现状，方正义当庭宣判判决结果，欠款从卢法每月薪俸中逐月抵扣，半年内全额还清，分文不得拖欠。同时严正警告张老六，严禁私下加力逼债，报复公职人员，违者依规严惩。针对卢法多项违规过错，方正一依法判处其杖责10棍，罚俸1月，扫街3月。卢法自知理亏，坦然认罪认罚，毫无辩驳之意。方正一借此案当众立规，明确县衙公职人员犯法与庶民同罪，一样受罚、劳作、追责，官府绝不徇私护短。往后但凡有人造谣县衙包庇纵容，造谣者亲自体验扫街惩戒。这番公私分明、秉公执法的举动，让在场百姓纷纷称赞其为清官。随后，方正一再度提及卢法的赌债问题，勒令其自行偿还私人赌债，同时表明，若后续查实赌方设局坑害官吏、欺诈百姓，必定直接查封赌方，从严惩治。最后勒令卢法伤愈后即刻履职扫街，清扫不尽便往复清扫全城街道。卢法连忙应声遵从。结案退堂后，方正义感慨一桩琐事耗费许久，连抽烟的空闲都没有。临走前，他特意告知张老六，晚间会到其饭庄用餐，让其提前打扫门店，备好菜品，严禁酒水掺水。张老六大喜过望，连忙应允照办。百姓听闻县令晚间亲临饭庄，纷纷前往等候瞻福。皇帝与郭半半旁观全程，心中愈发疑惑。桃源县处处透着诡异，县令断案不循寻常章法，却能让各方心悦诚服，犯错官差无怨，胜诉百姓欢喜。且县令似乎早已识破二人外来客商的身份。郭半半提议直接登门拜访，探寻缘由。皇帝却出言制止，打算夜间暗中暗访，观察县令褪去官服后的私下品行与真实模样。郭半半随即应允，暗中做好安排。夜幕降临，张老六的饭庄宾客满堂，挤满了前来沾福气的百姓。方正义如期赴约，张老六热情接待，直言县令亲临是小店最大的荣幸。席间，方正义心情舒畅，直接宣布当晚全场消费由自己买单，引得满堂百姓欢呼喝彩。手下想要大肆张扬造势，被方正一及时制止。他自嘲囊中羞涩，无需过度宣扬，同时禁止阻拦进店食客，避免惊扰百姓。此时，皇帝与郭半半缓步进店，方正义眼力毒辣，一眼认出二人是白日入城的外来客商，当即热情邀二人同席共餐。落座后，化名李龙的皇帝直接道出心中疑惑，不解此番断案为何苦主未当场回款却满心欢喜，被告受罚挨棍却心存感激。方正一淡然解释，律法是底线而非死板教条，百姓过日子看重实际结果，卢法受罚挨棍是为铭记规矩，改过自新。张老六既能逐月稳收欠款，又能借县令亲临的热度招揽客源，增收获利，双方各取所需，皆得圆满，这便是最贴合民生的处置方式。皇帝闻言颇为意外，直言这般通透务实的处事思维，绝非寻常迂腐官员所能拥有。方正义笑言，京城官员身居繁华之地，根本不懂偏远县域的治理难处。随后他向二人介绍了身形魁梧、勇武过人、食量惊人的桃源县第一猛士张彪。席间闲谈，方正义说明桃源县百姓常年辛苦劳作，饮食偏重重油重盐，以此补足体力，支撑生计。随后拿出本地特产桃花扇酒水招待二人，贴心提醒酒水后劲较足，初次饮用不宜贪多。闲谈间，皇帝表明来意，称自己常年经商，此番到访见桃源县物产新奇，风貌独特，想要挑选特色货品运往京城售卖，询问方正义合适的经商品类。方正一当即推荐桃源特色炒茶，直言京城茶饮多为煮茶，口感厚重浑浊，
而桃园炒茶清香淡雅，口感绝佳，在京城属于稀缺好物，必然能够高价热销。针对茶叶售卖，方正一传授了一套独到的营销思路，直言经商卖的从来不是货品，而是身份、故事与稀缺性。他规划将茶叶定名大品天仙茶，编造云山雾海、妙龄少女采茶的稀缺典故，搭配精致礼盒，严控产量，抬高定价，专门对接京城权贵圈层，精准拿捏富人稀缺及尊贵的消费心理，甚至放话卖不出去可全额包退。最终双方敲定合作，以100两1斤的高价，首批交易20斤茶叶。郭半半直呼定价堪比抢钱，方正一笑称抢劫触犯律法，合法营销牟利才是正道。皇帝十分认可其商业思维，爽快敲定合作，约定次日一早前往县衙签订正式契约。用餐结束结账时，张老六告知总消费506两，抹零实收500两。方正一见金额大为震惊，吐槽张老六竟敢趁机宰自己。张老六连忙解释缘由，听闻县令包场免单，全城数十百姓蜂拥而至，店内席位摆满街边，众人吃喝尽兴，大肆消费，店内食材酒水尽数耗尽。多数物料都是临时拆借，连瓜果都进价高昂，500两已是优惠后的成本价。方正义无奈感慨百姓机灵狡黠，只能默认账单，让手下取出500两现银结清饭费。手下暗自感慨自家少爷财力雄厚，处事通透，对方正义的智谋与格局满心佩服。饭后道别，方正义叮嘱二人次日准时赴约签约，欢迎长期合作。离开饭庄后，郭半半向皇帝坦言，方正义此人极为矛盾，贪财狡黠，行事奢靡，却能把县域治理的富足安定，百姓安乐，品性与能力让人捉摸不透。皇帝同样心生疑惑，正因方正仪太过特殊，才值得深入探查。他当即决定回宫后调取桃源县历年所有奏报，历任巡查官员记录，彻查其中隐情。同时感慨天下道路并非难以修缮，只是多数官员懒政怠政，无心为民，才导致各地路况破败不堪。另一边，手下询问方正一，早已察觉2名客商身份不简单，为何还要与其高价合作？方正一坦言，唯有身份不凡、财力雄厚之人，才能消费得起100两1斤的茶叶。有身份、有实力的合作对象，才能为桃源县带来更多收益。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担这般高端消费。手下询问是否留存对方语音凭证以备后患，方正一示意无需急于一时，静待对方日后违约赖账再启用即可。他坦言，新式喇叭录音装置虽未完全稳定，但用来震慑外人，稳固合作已然足够。手下担忧对方知晓装置妙用后会上门滋事，张彪当即表态可依规文明执法，先3次口头警告，拒不配合者再行驱逐，无需担忧事端。方正义深表认可，同时规划县域产业发展，表明茶叶产业是桃源县第2条增收路径，单一酒水产业难以长久立足，必须持续拓展新兴产业，匹配百姓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带动全县经济稳步增长。同时下令严控首批茶叶产量，以稀缺性抬高市价，实现利益最大化。次日一早，皇帝一行人如约抵达县衙会客厅，进门便被墙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吸引。皇帝赞叹诗句意境绝佳，询问出处。方正义坦言并非自己所作，是从古籍碎片中收录，因寓意深远，故而悬挂于此。皇帝惋惜未能得见全篇，连连称赞其为绝佳好句。双方随即正式洽谈茶叶合作，寒暄过后敲定交易。郭半半取出银票，确认首批20斤茶砖的交易。方正仪让张彪搬出茶砖供二人验货，同时赠予专属桃花徽记，告知二人后续进货只需将徽记张贴于马车之上，便可在桃源县域畅通无阻，无需反复核验。随后方正义拿出拟定好的合作保密协议，协议明确严禁对外泄露桃源县情况与合作交易，违约者会面临多重惩戒，且所有解释权归桃源县所有。皇帝对严苛的惩戒条款提出异议，方正仪态度坚决，明确条款不可修改。面对滴水不漏的协议，皇帝无奈签字画押。签约完毕后，方正义提出专属合作仪式，要求皇帝对着喇叭完整宣读合同全文，声称是桃源县合作风俗，当众宣读可证明双方诚心，稳固盟约。二人虽满心疑惑，但未顺利完成合作，只能依言逐条宣读保密协议。仪式结束后，方正义恭贺二人，祝愿其回京之后财源广进，生意兴隆。离开县衙途中，郭半半依旧对喇叭装置心存疑虑。皇帝坦言自己早已察觉异常，刻意配合宣读，就是为试探装置用途，推测这看似简易的喇叭，实则是可以留存人声、记录凭证的特殊装置。二人途中议论，方正一的营销思路极为高明，
这批高价茶叶只要严控产量，制造稀缺，必定能在京城权贵圈层热销牟利。此人心思缜密，智谋过人，绝非普通县狱官吏。回宫之后，皇帝即刻下旨，传召横江府巡查使吴生入京问话，彻查其多年巡查履职情况，追责其隐瞒桃源县实情、隐匿不报的失职之罪。同时，皇帝敲定茶叶售卖方案，低调在京城东市开设茶铺，隐匿宫廷背景，效仿方正一的稀缺营销思路，将茶叶小盒拆分，高价售卖，严控出货量，试探京城权贵的消费心态。近代高价名茶在京城掀起热潮。